兄弟们，今天来拆一下这个652新款飞机一发布，首先拆解它最低配的版本，特意又单独找了一个图传模块给大家来拆解。说实话，这玩意儿加上去之后，感觉有点像小强啊。这个是典型的广东小强，两个小触须啊。话不多说，先拆。先把这个图传给拆掉。这个图传的作用呢，它主要是装上它之后可以连接 N3 遥控跟飞行眼镜，没有它的话就连接不了。我给它取的外号叫小强，其实它是一个数字图传。没看到什么螺丝什么东西，直接撬啊！我也是第一次拆，直接撬，好像还真是就是撬开的这个东西。撬的成这样子之后，我看一下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吗？这个螺丝是那种防丢螺丝，它拆到这个程度之后，这个螺丝还要继续松。它这个螺丝是一个防丢设计，它并不是说锁住这个盖子的，这个盖子还是要撬开。对啊，拆开了啊，这个卡扣有点变形，但是不影响啊，基本上没啥影响。OK， 放一边。这里有一根排线，我们给它挑开。这是一个 Type C 口的转接板，好像我看到了。Type C 口转接板，下面有2根天线，打的 UV 胶，吹开它。这边连着的排线的另外一端，这个不用拆，不影响我拆开它。拆开了之后，这个就是图传板，很小一块啊。这有一边屏蔽罩子可以揭开，揭开看一下，直接揭开看一下啊。打的散热硅脂，底下有个图传芯片啊，这么小的一块板上面塞了一个这么大的封装芯片。看一下这个芯片啊，上面的型号清清楚楚啊 ，ACS2513，下面是 V20R01，这是它的型号，它就类似于欧式图传一样的一个图传芯片。那背后这个屏蔽盖子呢，它是封装死的啊，它背后的话没什么好拆的，那肯定就是供电嘛，给这个图传芯片供电，就是一个图传板加一个转接板啊，没有其他东西，屏蔽罩子盖上。有兴趣的朋友啊，可以根据这个芯片的型号自己去查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，应该是能查得到的，大概率是一个国产芯片。把这个东西直接就装回去。转接板呢，把机身上面的这个 Type C 转换出来到这边的 Type C， 没有别的太大的作用。直接扣回去。放一边啊，开箱视频我就没有拍了啊，因为各大博主都拍了，然后以及它的性能测试各方面啊，我主要是站在维修的角度啊，把它去拆开，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啊。电池拔下来。说一下它这个电池的话，有点像 L2 跟 2S 那种电池，也是这样往下压的啊。再就是它这个云台嘛，云台的话，61只能说是上下俯仰，现在是多了云台又多了一个方向，你看没有？可以这样子左右摆动，说明它可能就更稳了，拍摄更稳。先把桨叶卸掉啊，把这个保护罩直接拿镊子给它挑开，这个地方是扣住的啊，直接挑开它。看，它就是这样勾住的，它是个钩子结构，直接挑开它。这边也一样，应该用手掰就可以吧？应该我试一下。用手掰能不能掰开？啊，用手掰就可以了，不用镊子。
这边用手掰比较难掰，往外推，对，往外推。这边也试一下，给它往外推，出来了，还差这一个，好，好，都出来了啊。桨叶拆掉，这个桨叶带一个倒钩，跟那个61的也不一样。动力电机目测好像是略大一点点呢，说明它的动力应该更强。拆开之后，把外面看得到的螺丝，这一个螺丝刚刚试了下，用 T3 螺丝刀也可以拆，用 T4 螺丝刀也可以拆。我用个 T3 的拆一下，它也是可以拆。这个螺丝是一个不锈钢的螺丝，桨叶的螺丝是铁的，没问题。所以大家拆的时候注意点啊，它不能吸住。侧面也有2个螺丝。直接撬开，不知道它会不会像61一样，贴纸下面也藏螺丝啊？暂时还不知道，拆一下就知道了。找一个好入手一点的地方撬它。对，下面没有藏螺丝啊。这个地方是个视觉，那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肯定有排线相连，所以我们拆这里的时候小心一点啊，慢慢的拆。好，慢一点，它排线是这样连过去的，所以我们慢一点啊。上面这个贴纸给它撕下来 ，UV 胶吹一吹。上下各一个鱼眼，做到全向避障，有点像运动相机一样的啊，一个镜头做到360度拍摄，通过软件让它360度成像，做到全向避障。这个地方还有2个很小的，应该是下视红外感应，拆来看一下吧。这个全都是不锈钢的螺丝，鱼眼也拆掉。好，拆下来了。这么小的下视红外感应，我第一次见。L33S 的那个鱼眼也很像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散热板啊，这个就纯粹就是散热用。下面是它的一块核心板，把有 UV 胶的地方全部给它拆掉，贴住的地方先撕开。所有的 UV 胶都挑开了啊，拆排线啊。这一根排线的话是压住的，先把这个扣子打开啊，再往外拔。剩下的排线是往上挑，对，往上挑，就这样子啊。这里2根天线，撬下来，连接云台的啊。核心板拆下来。拿下核心板，看能不能拿得下，是粘住了还是说下面还有排线？看清楚一点。粘住了，粘住了，看到了。对，它底下有胶粘住。把这一边拿下啊，这个就是它的核心板，很小一块啊。这个设计风格呢，跟那个迷你5 Pro 的很像啊，明显这个体积小了很多。把那个屏蔽揭开看一下，看里面都是用的什么芯片啊？从这边先揭开。这2颗是内存颗粒，也就是机身内部的存储。这个颗粒是美光的。看一下它用的什么 CPU。慢一点，再开。CPU 跟字库，这是它的型号。这个芯片感觉跟迷你5 Pro 跟 L3S 上面用的芯片也很相似啊，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具体型号到网上去查一下它的资料。
这边的智库芯片，智库芯片我看一下啊，三星还是东芝的，反正智库不是国产的，但是呢，这个 CPU 啊，大概率是国产的。我猜它这个核心板上面这个 CPU 这一回应该是集成了图传模块。62的核心板，它跟61最大的一个差别在哪里？电条板跟核心板做成了一体。62它把电条板跟核心板分开了啊，又重新回归到正常的那大疆无人机的设计啊，分开了。看一下它的电条板，核心板先放一边，底下这一块就是电条板了。它这个地方粘了一个海绵胶，给它弄开。散热啊，应该是散热盖子，应该是。下面有散热规则。这根排线呢是连接电条板到核心板的一个排线，这个就是它的电条板。现在用风枪把那个胶去掉，给它焊接下来。底下还连啊，是一个电池的卡位啊，把这两个螺丝拆掉。电条板上面还连着那个贴纸在上面，把那个贴纸撕开。这一层也是导热作用的，它的散热规则都涂在这一层那个贴纸上面。电条板上面也做了屏蔽罩子啊，我揭开看一下啊。第一次见电条板上面还带个屏蔽罩。两个主控旁边都是 MOS 管，给4个电机供电的。这边我看一下，后面还有4个协控芯片，跟那个迷你2的都很像啊。这个芯片用的什么型号的？我看一下，后面还有4个协控。这个芯片的型号啊，以前没见过，第一次见，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它的型号。另外3颗也跟这个一样的啊，不用看了，就看这一颗就好了。这2个主控大家也看一下，屏蔽盖子装好，电条板放一边。这边还有一个上面的这个视觉，我把视觉也拆了吧。它这个排线一路都有这个 UV 胶粘住的。这个温度调低一点，你看我一吹的话，它这个就容易变形啊。最低也只能调到100度啊，就这样子吧。先把这个胶给挑开。然后再把这个排线慢慢的拿下来，底下也有粘胶，把这个上视觉，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，这个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指南针，还要吹。指南针，对，拆的时候注意点啊，这里还有一个指南针，很窄啊，很小一条，很容易弄断。视觉下面还有螺丝啊，连着排线，所以要小心。好，这样才算是把它拆下来啊。上视觉多功能排线上面集成了指南针 Type C 传数据充电也从这里过，外加一个鱼眼，应该是3合1功能的一个排线。看一下它的云台啊，云台拆下来，我先观察一下啊。左侧跟右侧，我左手边呢是一个激光雷达避障啊，右手边呢是一个电子小屏幕，然后它下面各1颗螺丝啊，拆开它先。云台是有减震，这边看得到是有减震在固定，然后它还跟这一边这块也有一定的关系。要不要把这个上下壳能不能分离？反正上一代的Neo要给它分离是很难分离的，全部都是粘得很牢的，即使拆下来也会变形。这个好像也类似耶，先不拆啊，看一下怎么把云台拆下来。我把它这个减震拿掉看看啊，直接把这个云台的减震先拿掉。减震拿下来了，然后还是卡在这里不动。这里边还有一个减震，是在这个边上，在这个边上看到了。把这个减震也拿下来看，哎，等一下啊，
报装备了啊。这个是固定减震的一个小扣子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，固定减震的啊一个扣子，没关系。那这边也可以拿下来啊，这边还比较紧，那不管它，先拆里面的减震，在里面这里，那这里能看到一点点啊，在里面，我给它用镊子给它挑出来。这边也是，把减震拿下来，拿下来之后好像，哎，怎么感觉还拆不出来？掰开两边能拿出来，这是它的云台。这里大家看啊，这里也有个扬声器在这个位置。扬声器也是这样拿出来吗？我看一下，好像也是。扬声器也拿出来了，这个零件一眼就认出了，这是 IMU。这条排线是连接到核心板的，核心板连接到 IMU 的，把这个 IMU 也拆下来。螺丝取下啊，直接就能拿出来了。OK， 拿出来了。它这个 GPS 又做成了陶瓷天线的啊 ，GPS 加 IMU， 这又做成了传统的。这个有一个小屏幕跟那个红外避障，这个我看一下是不是也能拆出来。一边排线通往激光雷达避障，一边排线是通往小屏幕。这个螺丝呢就是锁。这边这个螺丝锁激光雷达避障的，这边呢就是锁小屏幕的。这个地方有个卡扣，我推一下这个卡扣，有点推不动啊。等一下，撬的话好像还行呢，给弄出来了。对，这边看到没有，开了一点点，这里底下是有卡扣的。好，打开了啊。这一边是个 LED 灯，这两边的话是激光雷达避障加前视深度传感器。它的排线是从这里过去，这里也有 UV 胶。然后这个的话底下就没有螺丝了，这个就没必要拆了啊，就这样子。只是说拆的时候小心一点，要把这个 UV 胶先给它挑开，然后这里一点一点的给它翘起来啊。它底下是用那个双面胶还是什么胶粘住，一点一点的翘起来，拿出来就可以了，大概是这么回事。这一边是一个小屏幕，也给它弄开看看啊，一样的啊，也是卡扣设计。这个屏幕拆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把这个屏幕给干碎了。这个就是一个屏幕总成啊。底下全部都是封装住的，这个拆成这样子就可以了啊，这已经能拆了，我只是没把它完全卸下来，这个也不用再拆了啊，这个就是个屏幕总成，看不到任何电路部分啊。拆成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差不多了，没必要再往下拆了。这个上下壳呢，也没必要去给它分离，上壳跟中框分离的话，它这个边上啊，它会变形。所以我就不打算分离了。动力电机的话，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啊，明显看得到的，比61的大了一点。我们继续把云台也拆掉啊，见到螺丝就拆。这里应该是有一条排线，我看到它有卡一条排线，拿镊子把这个金属盖子给它挑开。对，把金属盖子给它挑开。它只有 R 电机跟 P 电机，它没有 Y 电机啊，两轴增稳啊，相当于是。揭开之后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螺丝被这个排线挡住的，然后就能把这个底下这个座子给拿出来。不过先要把排线啊弄出来，底下有打点双面胶的，底下应该也是有打胶的，给它挑开啊。挑开了啊，然后它这个是这样子转一圈啊，这样子设计的，边上的盖子也打开，这边的也打开，这边是个贴纸啊，先把贴纸撕开，
这边有2颗螺丝，见到螺丝就拆。这里有排线压住啊，挑开。这个设计好像跟6代的也有点不一样。这里连着排线在，所以先别乱动。那我就把镜头芯螺丝也拆掉。3颗螺丝锁住，拿下来了啊。它是这样子的。这个胶我看一下，挑开，有点硬，加热。排线挑开啊。镜头芯，应该是一倒就出来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它的1又1/3英寸的相机，相比6.1是有提升的，也就是它的拍摄效果跟mini 3 Pro 差不多的。继续把云台拆完，然后再把这个贴纸接起来。它是这样子绕的，懂了？这样子绕，一直绕过去。这个我是第一次拆啊，自己边拆边摸索，一镜到底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个皮电机就能够拿下来了，应该。OK， 拿下来了啊。这个呢就是皮电机带相机框一起，这个就拆不了了，只能拆成这种程度啊。你看这里面都是相当于是焊死的，这边还有一个轴承。那这边呢就是它的 R 电机，R 电机还可以拆下来，那我就拆下来啊。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它的 R 电机了。R 电机本身自带限位啊，看到没有？它转到一定的程度就转不动了，自带限位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云台的排线，云台排线7万8绕的啊。如果这个机器排线坏了要换排线的话，还挺麻烦的，讲真的。但是我也把这个排线拆下来，拆掉了。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支架 ，RP 电机连接的一个支架。这一根是它的云台排线，一共我看一下啊，几个接口啊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啊，4个接口。这个Neo 2就全部拆解完毕了啊，基本上是拆到不能拆为止。然后大概的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下视鱼眼加红外，云台支架、桨叶。云台 R 电机 GPS 加 IMU 动力电机加中框，屏幕总成，前视激光雷达 LED 灯，镜头芯，扬声器，核心板，电条板，相机后盖，P 电机加相机框，云台支架，上视觉加指南针加 Type-C 转接。其实它的拆装难度呢，如果只是把核心板拆出来还是很简单，但如果完全拆解，它的拆装难度跟mini 5 Pro 其实一样的，它跟6 1代还是有很大的不同，尤其是内部很多元件都做了一些分解，电条板跟核心板分开了， GPS、IMU 是单独的一块了，全向避障、上下视觉全向避障加前视激光雷达避障，全部拆解的话，真的跟mini 5差不多的难度。感谢兄弟们，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一键3连，感谢。